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查理斯木，让我们聊聊最近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。科技巨头 Meta 公司在10月29日盘后公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。Meta 的股价在10月30日开盘后闪崩11%，从750美元一口气跌到了660美元，回到了今年5月中旬川普贸易战时期的价格。那么，现在是否是逢低抄底巨头股票 Meta 的好时机？CI 投资组合有木有加仓 Meta 的股票，或者直接抄底美图秀秀 Meta 带2倍杠杆的 Meta ETF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专门聊聊 Meta 的基本面更新。毫无疑问，Meta 股价的暴跌是这2天美股市场最大的新闻。在 Q3 财报会议中，Meta 的创始人兼 CEO 扎克伯格就明确表示，公司在2026年对于 AI 人工智能的投入还会比今年更大。这是因为 AI 已经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带来了实打实的利润，这让扎克伯格更有信心，想要加码建设 Super Intelligence，让 Meta 获得超级智能。当然，这也就意味着 Meta 在最近2年的资本支出还会大幅的上升。很明显，投资者对于扎克伯格的雄心壮志并不买单。Meta 的股价在第二天开盘直接跳空低开在660美元附近，比周三的收盘价750美元足足下跌了超过10%。市场对于公司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额投入抱有很大的担忧，因为至少在短期内，投资者看不到 Meta 如何能从这些 AI 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。如果我们看 Meta 股票在2025年的表现，会发现它的股价在8月12日达到790美元的高点之后，在过去的2个多月内已经下跌了15%的幅度。现在的价格只比2025年元旦大概599美元的价格高了12%。Meta 股票的表现要远低于纳斯达克100指数 ETF QQQ 高达23.6%的 YTD 年收益。甚至都跑不过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 ETF VOO 17%的年收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Meta 还值得我们逢低买入做长期持有的准备吗？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扩大到过去5年，会发现 Meta 的股价在2022年有超过75%的大崩盘，当时恰逢美联储暴力加息的美股熊市。更重要的是，扎克伯格当时 all in Metaverse 元宇宙的错误决策，被市场狠狠地敲打了一番。那在渣男放弃元宇宙的策略之后，Meta 的股价从2023年1月开始 V 型反转。事实上，一直到2025年10月份，Meta 的股票都还处在这2条蓝色直线包裹的上升通道之中。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，只要这条上升通道还保持不变，那么逢低抄底并且持有 Meta 股票的策略应该没毛病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能否现在就 buy the dip 买入他家的股票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先来看看 Meta 最新的财报究竟如何。总体而言，Meta 在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表现喜忧参半。它的核心广告业务增长动能强劲，公司在 Q3的营收收入达到了512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%。这个数字要高于华尔街此前预期的495亿美元的营收。其次，使用 Meta 社交软件的日活跃用户总数增长到了34.4亿人次，同比增长8%。如果一切正常，本季度 Meta 的 EPS 每股净利润可以达到7.25美元，要高于华尔街预测的6.70美元。但是，Meta 最近计入了一笔高达160亿美元的一次性非现金所得税费用，这主要是和美国的新企业税法有关。法律的变更要求对公司的递延税资产进行会计上的调整。那调整后，Meta 的 EPS 就直接从7.25美元降到了1.05美元，这个数字就有点难看了。当然，这次会计减值并不是导致 Meta 股价崩盘的核心原因，关键是公司大幅上调了2025年全年的资本支出 CapEx，从之前预期的600至650亿美元调高到了700至720亿美元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管理层警告称，由于对 AI 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，2026年的资本支出和总费用将比2025年明显更大和明显更快的增长。
简单的说，Meta 对于 AI 数据中心、GPU、AI 芯片等方面的持续巨额的支出，给外界一个很清晰的信号，那就是公司并不打算立刻实现更高的盈利，而短期内扩张建设又会导致成本持续膨胀，进而对于企业的利润率和 EPS 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。更为雪上加霜的是，专门做元宇宙、VR 和 AR 的 Reality Lab 部门又报告了一笔巨额的运营亏损，进一步拖累了公司的整体财务表现。查理也有很多朋友在 Meta 公司上班，他家的企业文化就是 Netflix 韩剧《鱿鱼游戏》里的感觉，保持高压的末尾淘汰制。不少刚入职的员工还没有熟悉要接手的新项目，不到半年时间内就被经理在考核中打差评，也叫被 PIP，然后就立刻马上被公司开除，非常的残酷。那为了支持公司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投入，Meta 近期还计划发行至少25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，这也是今年美国企业最大规模的债券发行之一。它发债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筹集巨额的投资，支持 Meta 持续参与到 AI 军备竞赛中去。不过好消息是，Meta 只是通过举债来筹集资金，以支持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，但是并没有发行新的股票，也不会对现有股东的每股权益带来冲击。毫无疑问，机构的分析师对于 Meta 激进的 AI 投资，巨额 CapEx 资本支出的合理性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意见。看多 Meta 股票的机构，比如 Wedbush，重申了对 Meta 高达920美元的目标价。多数分析师仍然相信 Meta 核心广告业务十分稳健，并且 AI 的整合，包括优化广告定位、Reels 变现等等，正在推动强劲的收入和用户增长。为了在 AI 竞争中保持领先，巨额的资本支出是必要的投资。然而，一些分析师认为，短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对 Meta 股价的表现带来影响。德意志银行就下调了 Meta 的目标价，但还是维持买入评级。那么，看空 Meta 的分析师就认为，Meta 的成本支出已经失控，公司对于 AI 的巨额投资在短期内难以看到令人满意的回报率。他们质疑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这样高风险、大规模的投资风格，认为这次事件和2022年对于元宇宙的盲目投资很像。Benchmark 等机构就下调了 Meta 的股票评级，认为 AI 投资目前无法为公司带来明确的回报。毕竟，Meta 不像是谷歌、亚马逊或者微软这样的云计算公司，它的 AI 数据中心只能为自己的业务所用，并不能接外面的算力订单，从而产生超额的回报。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待多空两派的观点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查理认为，看多或者看空 Meta 都有道理，但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还是要回到 EPS 每股净收益中去，来看看接下来几年 Meta 的 EPS 增速会有什么变化，和它的本益比能不能匹配。随着 Q3财报的公布，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已经调整了 Meta 股票的利润增长预期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在2025年，由于资本支出超出预期，Meta 的 EPS 只比去年增长了5.5%，但是到了2026年，Meta 的 EPS 预计会比今年有超过18%的涨幅，看起来还不错。然而，在2027到2028年，Meta 长期的 EPS 增速情况不容乐观，预计只维持在10%到12%左右，比标普500指数平均12%的年增速还要略低一些。但是考虑到 Meta 股价大跌之后，它的本益比也不算太离谱，现在在29.4左右，比谷歌的27.8的本益比要高一些，但还是低于其他科技巨头30到60左右的本益比。那 Meta 一年的前瞻本益比为22.8，它的 PEG 也就是 PE 对营收增长的比值现在是1.7左右，要低于微软2.7的 PEG，要高于谷歌仅仅1.2的 PEG。那总的来说，Meta 现在660美元的价格并不算贵，和标普500大盘的性价比也相差不大。然而，查理认为，我们投资 Meta 的股票，绝不是因为它现在的股价便宜，而是看好公司在 AI 人工智能赛道的长期发展。这也将直接决定 Meta 股票在接下来几年的表现。
实际上，Meta 自研的大语言模型 Llama 4自今年发布以来，得到了不少负面反馈。用户和开发者说，Llama 4模型在一些基准测试上的表现低于预期。那自研大模型失败的直接后果，就是扎克伯格在最近几周对于 Meta 的 AI 研发团队做了重大调整。有很多参与到 Llama 项目的核心研究人员已经陆续离开了公司。Meta 也在 AI 组织架构上做出了重组，将部分 AI 产品、基础研究以及超级智能 AGI 的团队进行了重新划分。我们必须拭目以待，看看重启后的 Meta 大语言模型能否赶得上 OpenAI 的 ChatGPT、谷歌的 Gemini 和 xAI 的 Grok 他们的步伐，而这将直接决定 Meta 的股价表现。而花大价钱买英伟达的 GPU 和台积电开发自研芯片，这些资本支出并不能决定 Meta 这家通讯巨头未来的命运。但是，如何把自研的 LLM 大语言模型做好，怎样通过 Llama 来赚大钱，这些未知因素才会影响到 Meta 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。这张图是财报公布之前多位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对于 Meta 股票在未来一年的目标价的看法。可以看到，总共有71位分析师给出了评级，其中60位给出的是强烈买入或者买入，平均目标价是849美元，比现在的股价高了27%。毫无疑问，随着 Meta 财报后股价的暴跌，近期肯定会有部分的分析师调低对于 Meta 的目标价。同时，他家的股价也会持续剧烈的波动。如果朋友们手里握有 Meta 的股票，请一定拿稳了，别被华尔街砸盘的把戏吓着了。之前，礼来公司在今年8月初也曾因为新型口服减肥药疗效不及预期，LLY 股票被砸盘，单日暴跌15%，从760美元左右一口气跌到了630美元，是不是和现在 Meta 的情况很像？那礼来现在怎么样？表现非常好。LLI 股票在接下来3个多月内又从63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845美元，涨幅高达34%。查理上一波大的交易，除了 AMD 之外，就是在8月中旬抄底了 LLY 的股票，并且拿到了10月份，在2个月内赚取了27%的超额收益。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 Meta 这次暴跌之后，股价会在低位震荡多久的时间，但是有极大的可能性，Meta 的股票在25年底到26年初有一波反弹的行情，我们提前埋伏好就可以，不需要过分担心科技巨头的长期表现。各位再想想特斯拉，TSLA 股票在今年6月份还暴跌到了290美元附近，那到了现在不也涨回到450美元以上，在短短4个月内涨幅高达55%吗？那目前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 Meta 股票还是维持买入的绿色看涨信号。查理也遵循 CRI 系统的建议，在10月30日逢低加仓了一部分 Meta 的股票，以及买入不少美图秀秀 Matthew 的投资。Matthew 是带2倍杠杆的 Meta 股票类 ETF，风险性要高很多。喜欢稳健投资的朋友们，直接持有 Meta 股票即可，不需要考虑 Matthew。而查理会持续持有 Meta 和 Matthew，直到2026年第一季度结束。如果届时 Meta 的股价涨到800美元以上，我再根据未来的情况考虑要不要止盈 Meta。从长期的角度来看，查理认为扎克伯格不安于现状是没毛病的，Meta 也不能只守着自己的社交软件一亩三分地，而应该积极开拓新的 AI 业务。考虑到美联储在2026年还会持续降息，Meta 的融资成本也会逐渐下降。现在多发点债券，集资买 GPU 发展大语言模型，问题也不大。当然，在短期内，Meta 烧钱也确实有点大手大脚了。市场给它一点颜色看看，让它的股价在短期内跌得很惨，也没毛病。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，接下来是10月31日 CR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。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，包括美股大盘的走势、美债及利率的变化、全球央行的流动性、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等，来对美股、短债、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。和上周一样，系统还是维持最大进攻性，把93%的资金分配给美股指数或者有上涨动能的个股。
把7%的资金分配给比特币 ETF、IBIT 或者 FBTC。当然，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发言有点鹰派，他表示，美联储现在完全无法确定在11月和12月的 FOMC 议息会议上是否还会继续降息，还是维持当前利率不变。他也认为，美联储如果不及时降息，我们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看到标普指数来一个5%到10%的回调的。但是现在就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。CI 系统现在也只是稍微提升了一点美股闪崩10%的可能性，但还没有达到现在就需要卖掉美股的持仓转为 USFR 等超短债避险的程度。当然，如果标普500真的闪崩10%，那会是在这个漫长的牛市中 buy the dip，逢低买入美股指数的好时机。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几周，看看情况。那目前为止，比特币 ETF、IBIT 和 FBTC 已经拿到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。查理在这里用绿色数值标出，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。此外，CI 系统还推荐了3只个股，也达到了买点，分别是 Meta、迪士尼和甲骨文的股票，它们的价格也以绿色数字标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最后是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大持仓还是 Meta，有7%的浮亏。那第二大持仓是亚马逊，因为 AMZN 的 Q3财报表现非常好，导致亚马逊股票盘后大涨。现在我们的 AMZN 股票仓位已经有12.3%的盈利，而带2倍杠杆的 AMZU 更是有超过26%的盈利。那在今天早些时候，查理有部分止盈亚马逊和 CPRT 的股票，把获得的资金用来重点买入 Metal 这支 ETF。目前 Metal 已经占据了 CI 投资组合的第三大持仓位，占了总仓位的9.8%。交易结束之后，CI 投资组合前5名的投资分别是 Meta、亚马逊、美图秀秀 Metal、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和比特币 ETF IBIT。目前查理没有更改这些投资的计划，继续坐稳扶好，拿着不动。对于亚马逊的股票，我会等到它的股价突破$270以上，再考虑要不要继续止盈 AMZN 和 AMZU 的投资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查理的个人观点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您对于扎克伯格 All in AI 的做法有什么观点？Meta 股票是否被低估了？亚马逊 Q3 财报后暴力反弹，AMZN 股价这次能否突破$270的大关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，请您多多点赞、分享和评论。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祝您身体健康，生活开心。下期节目再见。